兔兔。蓝鱼手脚乱晃，魏无羡一个没抱稳，差点把蓝鱼给摔了。不要乱动。魏无羡手臂痛，腰也痛，只好把蓝鱼放在地上。蓝鱼拉着魏无羡的衣角，指了指地上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爹地，兔兔。”魏无羡低头一看，原来蓝鱼并不是在单纯的玩颜料，而是用手在地上的画布上画画。看轮廓确实像只兔子。谁教你画的呀？魏无羡蹲下身子，越看越喜欢。蓝鱼骄傲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这下好了，鼻子也沾上颜料了。给父亲看好不好？魏无羡掏出手机，拍了兔子画，又拍了蓝鱼的调皮模样。藏色姗姗来迟，看到蓝鱼一身颜料都惊呆了。阿英，果然不能让你一个人带孩子。魏无羡看了看蓝鱼，忍不住笑了。蓝湛，看看你儿子。魏无羡将照片发给蓝忘机后，拿着手机出了会神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们都想你了。”彻底剿灭温氏后，几大家族开始商议怎样切割温氏留下的产业。蓝家以蓝启仁为首的长辈们并不在乎温氏的钱财，仅拿了弥补战争中和军校的损失部分，其余几大家拿走了大部分，其中金家拿的最多，其次是姜家，最后是聂家。凭什么金家拿最多呀？魏无羡好奇地问。蓝忘机难得忙完回趟家，再给魏长泽和藏色聊处理温氏的事情。魏无羡在一旁和蓝鱼分苹果吃，因为是金光善提出的，大家没有过多反对。蓝忘机解释道，蓝家的长辈没有出面，姜家那边姜丰棉和于夫人都在战争中去世了。聂家早是聂明觉在当家，金家出力仅次于蓝家，便提出了这样有些不合理的方案，但蓝曦臣、姜成和聂明觉作为后辈，也不敢提什么意见。明面上虽然看着不公平，但几个后辈关系挺好，蓝曦臣还和金光瑶、聂明觉成了结义的兄弟。这样啊，魏无羡搞不懂这些家族的纷争，他记得小时候爸爸和姜丰棉还是好朋友，后来不知何时就不再来往了。金子轩也是命短，金光善想着让儿子避开前线，随便锻炼一下，结果居然被劫杀了。魏长则一直留在国内，很多事情比魏无羡清楚。哦，那个我也听说了。魏无羡附和道，金光善这么疼爱他这个儿子，避开前线居然都能被温氏杀掉，不过真的是温氏干的吗？不是温氏还能有谁？藏色正忙着给蓝鱼擦下巴，随口说道。蓝忘机抬头对上魏无羡的目光，不是还有人想趁乱杀了鱼儿嫁祸给温氏吗？魏无羡缓缓说道，心疼地把儿子拉到自己怀里。蓝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顺势就往爹地的腿上爬。金家一直认为是温氏杀的金子轩吧？魏长则皱紧眉头，若有所思。蓝忘机点头，据当时目击的金家人说，对方的军服上有温氏的勋章。这事也难说呀。魏长则喝了口茶，转头看了看儿子和外孙，面色凝重。感觉背后的真相犹如深潭一般见不到底，大家都沉默着。对了，魏婴，下周有个宴会需要你一起去。顺利剿灭温氏，金家要在下周举办一场庆功宴，几大家族都邀请了。蓝启仁在军校忙不开，就让最近和金光瑶、聂明觉走得近的蓝曦臣以家主的身份去参加。当然，蓝忘机也必定要出席。我也要去吗？魏无羡有些犹豫。他现在不太喜欢去出席这种场合。去吧，鱼儿我帮你带着。藏色说道，把赖在魏无羡身上的蓝鱼给扯了下来。作为蓝家二少爷的 Omega， 陪着 Alpha 出席宴会也是应该。魏无羡只好点头。我会早点带你回家。蓝忘机安慰道。魏无羡抬头乖巧地看着蓝忘机，眼中满满都是爱意。魏长则和藏色正觉得氛围忽然有些尴尬，只听噗的一声，蓝鱼小脸憋得通红，一股臭臭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。怎么了？魏无羡四下张望，才发现臭味是从儿子身上传来。藏色抱着蓝鱼的手一僵，蓝鱼憋着气又发出噗了一声，冲着藏色眨眨眼睛，咧着嘴露出洁白的乳牙，爸爸。辣爸爸为什么不叫外婆？藏色崩溃道。蓝鱼从小是蓝夫人带大，才2岁，教养就非常好，早就学会自己上厕所了。忍不住，蓝鱼委屈地说，抿着嘴神色恍惚，噗噗又拉了起来。这是拉肚子了。
藏色举着蓝鱼赶紧往厕所跑去，叫阿姨来帮忙，拿一条干净的裤子过来。清洗过程中，蓝鱼好像又拉了一些，藏色忍不住吼道：“魏婴，你又给鱼儿吃了什么东西？”啊！魏无羡看着桌上的水果，就吃了一些苹果、酸奶、火龙果、香蕉、橙子还有葡萄啊，不能吃这么多吗？魏长泽和蓝忘机扶额，蓝鱼拉了2天肚子，终于好转了。藏色给魏无羡下了禁令，不许随随便便给蓝鱼吃东西，喝的也不行。啊，鱼儿都瘦了。魏无羡抱着蓝鱼在花园晒太阳，忍不住搓搓蓝鱼白白嫩嫩的小脸。要吃果果，蓝鱼把头仰着看魏无羡。外婆说不能吃。魏无羡警告道：“不听话，父亲会惩罚的。”要喝奶奶。